人是被报错的假少爷，真少爷找到后，他就被迅速扫地出门，从此只能在街头流浪，打零工，捡废品来勉强维持生计，一个馒头都得分成2顿吃。最后在一个雨夜，他被一辆货车撞成重伤，因为没钱医治就这么死。重生之后，他开始拼命敛财，为自己铺好后路。参加恋综扮演讨厌人设就能挣300万，这么好的事可不能错过，毕竟每一秒都得为自己着想。只是怎么参加个恋综，周围全是对头，清冷学神、死对头、竹马，还有被甩掉的网恋对象都在。沈乔成功签约恋综后，他把消息列表拉到最底部，找到那个备注为游戏情缘的人，发了条消息：分手吧，我要参加恋综了，不能有对象，网恋也不行，就这样了，再见。发完就直接删了好友拉黑。于是那端迟来的问号旁边就出现了一个刺眼的鲜红感叹号。在大厦顶层的会议室里，男人坐在上位，微微眯着眼盯着屏幕上那鲜红的感叹号，正在汇报工作的声音也渐渐弱了下来。大家看着一言不发的主位上的男人，眼神互相推诿，却没人敢吭声。男人抬眸扫了一眼众人，这时候总经理赶紧开口说：我们看您一直盯着手机，想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怕打扰到你。男人轻轻掀了掀嘴唇，目光悠悠地看向总经理，似笑非笑地说：总经理这是在怪我开会不认真。总经理慌忙解释：绝对没有那个意思。男人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手指在桌面轻轻敲了2下，说道：龙特助，来，你们散会。荣月走进会议室，男人就把一份聊天截图扔给他，说：查查他，还有这个恋综。荣月一眼就看到那个红色感叹号，紧接着又看到上面那几条聊天记录，眼角顿时一跳，说：是，副总，属下这就去。沈乔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被白牙数落，一天到晚就知道往外跑，不学无术，就知道混吃等死，哪一点像我的亲生儿子？沈乔垂着眸，冷淡地看了他一眼就走过去。上辈子他就看透了，这对父母本来就不怎么喜欢他，关系一直很冷淡，自从把林生接回来后就彻底翻脸，到死都没见他们露面，所以他不想再认了。管他是真少爷还是假少爷，他出现在沈家又不是他的错，他可不想背鸠占鹊巢的锅。白雅被他这么一看，很是恼怒，你那是什么眼神？你就这么对你女性？沈乔冷笑一声，我可不会像你这样大惊小怪。说完下巴一抬就直接上楼了。背后传来白雅气得发抖的声音，傲慢无礼。房门关上后，外面的声音就被隔绝了。沈乔往床上一扑，长长的舒了口气，放空了一会儿才爬起来思考对策。距离林生被接回沈家还有3个月，但距离他和沈氏夫妇相遇还有1个月。沈乔没打算阻止林生回来，毕竟他妈妈虽然张扬跋扈，但也不算恶毒。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在这3个月里给自己留好退路。想到这儿，沈乔直接拨通了哥哥沈金的电话。上辈子沈金算是唯一对他好的人，至少在林生回沈家后，对他的态度也没太大改变。后来自己出事，他也是唯一一个来看望的人，只是赶到医院时已经太晚。所以在这个家里，他最后一点温暖是来自沈金的。沈金冷淡的声音从那头传来：什么事？沈乔扣着手机说：哥，你能不能给我几百万？沈金的声音充满威压：你要做什么？沈乔脑子飞速转动，得想个合理的借口才行，他哥才会给钱呢。他说：我要投资商铺，我要买房。沈金毫不犹豫地拒绝：你没那本事。说完就直接挂了电话。沈乔握着电话，又气又无奈，不给就不给嘛，还拆穿我。他重新躺回去，叹了口气，心想看来只能自己挣钱了。这时手机突然震动，沈乔拿起来一看，是信用卡额度提示，不多不少还是跟往常一样的20万。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他一下子来了精神，坐起来给沈金回了句谢谢哥，然后立刻下楼，拍上那辆火焰红的迈凯伦，朝着银行疾驰而去。他所用的信用卡都是沈家把控的，钱留在卡里面，指不定哪天给冻结了，他得掏出来另外存放。所以他取了钱后，直接去富士金行，然后提着一口袋现金砸在了柜台上。你好，我要买金条。半个小时后，便带着自己的购金凭证和寄存凭证离开富士金行。记得没错的话，3个月后黄金价格会迎来一个高峰期，到时候再抛出，他就有更多的钱了。回去的路上，接到了沈金质问的电话，20万2个小时不到，你给我个解释。哎呀，哥，你别急，我只是在银行套了现，你不觉得一把现金直接甩给人家更有格调吗？沈金直接把电话挂了。沈乔微微勾唇，要在他哥眼皮子底下偷摸转移财产，那不得动点小脑筋。好在他哥已经习惯他这副样子，不会过多追问。富士金融大厦 CEO 办公室，傅慈之手撑着头，面无表情地审批着呈交上来的文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一个女人立刻走了进来，她把一份调查报告放到傅慈面前。副总人查到了傅慈，目光扫了眼面前的调查报告，没有选择去拿，而是继续审批手里的文件。陈述重点综艺的名字叫为你心动，这档综艺立志于打破素人明星网红之间的壁垒，所邀请的人有一半都是在网络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而那位把宁荣特助顿了顿，将甩了这个词生生咽下。而那位把您不懂事的是娱乐圈的一个18线艺人，2年前爆出辱骂粉丝、殴打记者导演的丑闻，就彻底糊掉了。同时他也是沈家的2少爷沈乔。傅慈的手猛顿了下，钢笔在纸面留下一道污渍，拢起眉头，抬眸看向自己的下属。你说他是男的？荣特助硬着头皮点了点目光，不太敢去看自家老板。傅慈扔了钢笔，整个人后仰在椅背上，沉默良久，才微微掀唇，露出一抹冷笑。沈乔，是吧？有意思。进组前一晚，沈金突然开车回来，一脸冷淡，语气却不容置喙。站过来。沈乔硬着头皮站到跟前去喊了声哥，完全没有在其他人面前的嚣张气焰。沈金垂眸睨着他，沉声质问，怎么想？不是2年不碰那个圈子，如今又折腾，不怕被全网挖？沈金冷哼了一声，多少名媛你看不上去，这么个玩意儿
还真打算领一个回来。面对沈金的连环质问，他赶紧抬头解释，念综就一综艺，都是剧本，就算节目里好了，线下马上就可以分手。沈金没说话，只是沉沉地看着他。客厅里安静了良久，一定要去。沈乔重重点头，我要赚钱。哥，你说的男人要为自己的事业拼搏。沈金微微一顿，狐疑地打量了他2圈，像是在探究这句话的真实性，最后冷冷开口，我不太相信你一下子懂事，但你有这个心试试也无妨，别随便带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回来。沈乔松了口气，不过他哥算是同意了。哥，我还差个经纪人，要不你给我安排一下吧。沈金淡淡地睨了他一眼，算是默认，谢谢哥。沈乔的语气瞬间轻松愉快，然后正式说完该解决私事了。他拉着沈金的胳膊，压低声音问，哥，是不是王妈向你告状的？沈金没有回答，沉沉的目光看着他，半晌才问，你跟傅氏的人认识？沈乔一头雾水，什么傅氏？沈金眼眸微动，他收回目光，淡声，没事。说完他抬腿自顾地往外走到一半，又忍不住停下脚步，转过头来告诫自家弟弟，别和傅氏的人有来往，不是什么好东西。说完走出沈家，回到车里有些烦闷，车领带他没太想通，平白无故的作为沈家对手的傅慈，为什么突然发邮件来恭贺他弟弟重踏星途这件事？他这个亲哥都不知道傅慈是怎么知道的，又或者傅慈为什么突然关注到了沈乔究竟在打什么吃人的算盘？想着要上节目没时间玩游戏，所以晚上沈乔登录上了许久没碰的游戏账号，打算放松放松。一上线就收到了2个月前来自情缘的各种顶级道具赠送邮件，哎呀，差点忘了他那个网恋对象就是这个游戏的情缘。当初打游戏为了过副本，他在公共地图捡的一群花里胡哨时装，就他穿着一身朴素黑，看起来比较老实好骗，但身上背的武器却是顶级的，一看就很有实力。所以沈乔主动去勾搭，学着网上那些套路，哥哥长哥哥短，最后终于把人家打动，直接2个字开本。就这样2个人一起打了很多次副本。沈乔为了抱牢大佬的头，直接厚脸皮的跟人家发起情缘申请，没想到大佬同意了。可是大佬有些神出鬼没的，平时根本找不到人，等他上线全靠蹲了几次过后，沈乔有些烦躁，直接要求对方互换联系方式。谁知道加了联系方式1周聊不到5句，一叫他打本，10有8九对方都只回2个字在忙，气得他直接逮着人数落了起来。兴致上头说的都是一些胡话，忙什么忙？工作有我跟游戏好玩，我可是你情缘，在游戏里是你老婆，爱你就这样对你老婆。没想到这种胡言乱语还真的有效，对方确实多理了他那么一点点。后面因为沈乔又迷上了别的游戏，这个网恋对象也就搁在列表里上灰了。然后就是今天他删人家好友。回忆完毕，沈乔准备打本，突然一个邀请发送过来，他没看清，全靠了。结果一进去，大事不妙，双人房里正是他那个2个多月都没上线的情缘，对方还是那身朴素的黑衣立在他面前，只不过如今多了一股无形的威压。沈乔尴尬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开口，他感觉对方是来找他算账的，但对方迟迟不开口，让他有点提心吊胆的。不过想到一个不认识的网友，甩了就甩了，他还能把自己怎么地？他直接退房，点开对方资料，删除游戏好友，然后光速下线。这一晚上沈乔都没有睡，在梦里，一个无脸的男人拿着银手铐和泛着冷光的皮鞭子不停地在后面追他，追到之后，对方直接用手铐给他铐在了床角，然后皮鞭子一边地落在他身上，打得他皮开肉绽，并且质问他，当初是你招惹我的，现在想跑就，沈乔你完了。他直接被吓醒了过来，进组的时候还顶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徐导赶紧安排人给他补妆，并且让他做好准备，其他几位嘉宾已经到小屋了，现在就差他和另一位。沈乔点点头，立刻开始适应镜头。夏日骄阳，绿荫环绕，白色栅栏外的绣球开得繁盛，一座如梦似幻的建筑坐拥在这无尽的绿意中，犹如森林中的城堡。青是铺设的道路的尽头，一抹热烈的红色逐渐浮现，酒红色的丝绸衬衫轻裹着胸背，领口敞着，露出锁骨处，勾出微微清瘦的腰线。镜头拉近便能瞧见男生一路走过青石小路，来到了建筑门前。他正准备敲门，耳朵里的微型耳机传出了声音，不要这么礼貌，直接推门进。沈乔微微一顿，用力推开了门，声响直接惊动屋子里的人，纷纷站了起来往玄关处看。沈乔进门看了眼地上的拖鞋，选择无视，直接大步进去，若无其事地和里面的大家打招呼，你们好。众人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回应他。沈乔目光在每个人脸上一一扫过，倒是认出了2个比较眼熟的，是社交媒体上的博主。屋子里加上他，一共6个人，3女3男。据他的消息，那3个女生应该都是拉拉，因为这是一档同性恋综艺。众人坐下来依次介绍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聊了几句，气氛又陷入尴尬的沉静。大家都矜矜持持，时不时偷瞄上眼比较有好感的对象。除了沈乔，若无旁人打量屋子里的陈设，甚至走到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其中一位奶狗男嘉宾略带期待地看向他，声音撒娇的暗示，原来厨房有水了，我都不知道好渴，我也想喝。沈乔听完仰起头将杯子里的水一饮而尽，然后放下杯子回到客厅，看着他空空如也的双手。小奶狗尴尬无比，只好自己起身去厨房。沈乔抱头往沙发上一躺，嘴角微微不屑地扯了下，什么身份，还想要本少爷给你倒水，自己没手吗？不一会儿，门口处再次传来响动，大家立刻站了起来，带着隐隐的激动。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位男嘉宾，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门被轻轻合上，一个行李箱缓缓地滑了出来，紧接着一双穿着天蓝色拖鞋的长腿迈了出来。沈乔微微点头，目光略带满意的往上，却在看到对方脸时一瞬间呆愣，怎么是他？在他正愣了一瞬，对方的目光也穿过众人，直直地锁定了他，目光却带着不可忽视的侵略性。其他人察觉到2人的对视，试探询问怎么认识。男人静静地看着沈乔，开口，有点过节，
这句话让其他人瞬间精神了，但是碍于大家刚刚认识，也不好过多追问。沈乔真是觉得自己有点倒霉，怎么上个恋综还碰到他了？明明是高中毕业后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两人，不过对方应该不会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找他寻仇吧？这么一想，沈乔放松下来，继续躺回了沙发。现在人到齐，就该分房间了。在杨沐雨和大家熟悉之后，就开始搬箱子上楼。沈乔走得急，行李由沈家等下送过来，所以他就坐在沙发上不动如山，时刻维持着自己的讨厌人设。几个嘉宾爬上爬下了几趟，累得气喘吁吁，频频往沈乔这边看，但谁也没敢吭声指责一句。耳机里传来徐导赞许的声音，看来二少爷适应的不错，之后你就自由发挥好了。沈乔微微勾唇，那还不容易，他全网嫌弃的本事可不是盖的。大家行李都搬得差不多了，沈乔上2楼，进了最边上那间空着的单人房，来的人身份都不简单，节目组为此下了血本。每个单人房不但宽敞，布置还很精美，外面带个露台，露台上摆放着几盆绿植和绣球。沈乔往露台走去，一出门就看到隔壁正在给绣球喷水的杨沐雨，该死，居然是这家伙住在他隔壁。对方那沉沉的目光投过来，沈乔立马转身进屋，拉上窗帘。杨沐雨看着那消失的身影，眼神晦暗不明。谁会跟他说晚安？到晚餐时间了，作为入住心动小屋的第一天，节目组准备了丰盛可口的饭菜，大家只要落座就餐就行。经过一下午的相处，嘉宾们彼此间熟悉了一些。除了杨沐雨和沈乔，这两人不像是来谈恋爱的，总是游离在大家的交流之外，一个冷冰冰的没几句话，一个端着大少爷的架。这一天下来，哪怕沈乔长得再好看，嘉宾们对他也没什么好感，而杨沐雨另外2个男嘉宾都对他很有好感。吃饭的时候，装作无意的左右各坐了一个，沈乔就只能坐在最边角落。他这时候饿了，也懒得去考虑人设的事，不争不抢的坐在角落，眼巴巴的看着桌子中间精致的菜品。对面一位温柔的女嘉宾见他这样，忍不住笑了：“你想吃就吃吧，能夹到吗？需不需要我帮忙？”“谢谢。”沈乔温和的笑了笑，不客气的把碗碟递给了对方。听到角落里的动静，杨沐雨的目光悄悄扫了过去，只一眼，又冷淡的收回，接过女嘉宾给他夹的菜。沈乔问道：“你叫什么？”旁边的人都愣了一下，看向沈乔，下午明明介绍过名字了，现在这么直白的问，不就表示他完全没记住人家名字吗？这有点不礼貌。但李婉毫不在意，很大方地重新介绍了一遍自己。沈乔点点头，微微咧开嘴，露出2颗微尖的小虎牙。那我以后叫你婉姐吧。李婉一怔，没想到白天冷漠自傲的沈乔也会有这么可爱的表情，感觉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他点头应道：“可以，婉姐，那你再帮我加2只虾吧。”沈乔趁机要求。小奶狗注意到沈乔的举动，想起下午到手的事，心里就不太舒服。他忍不住说：“不帮忙提箱子就算了，吃饭还让女生服务，一点都不绅士。”桌上的人都愣了一下。确实，今天相处下来，大部分人对沈乔没什么好感，摆架子又自私，还没礼貌，只是他们不会做这种撕破脸的事。这个小奶狗倒是胆子大。沈乔没接话。当大家都以为他被小奶狗对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端着空碗起身，去厨房盛了1碗米饭回来，然后直接走到小奶狗旁边，把饭碗重重的放在桌上。沈乔撑着桌面，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你说我让女生帮我夹菜不绅士，那你帮我夹吧，这点小忙都不帮，也太没礼貌了。”小奶狗一时语塞，没想到自己被自己的话困住了，他扯了扯嘴角，不情愿的给沈乔夹菜。突然，旁边伸过来一双筷子，按住了他夹茄子的动作。小奶狗疑惑的看过去，只见杨沐雨面无表情的夹走了他筷子上的茄子，因为之前说2人有过节，这个举动有点针对的意思。沈乔撇撇嘴，正好他本来就不爱吃茄子，可能是以前挨饿的日子印象深刻。沈乔现在吃饭特别香，饭量也比以前大了一倍。别人上恋综都是优雅吃一点，然后开始聊各种话题，只有沈乔埋头苦吃。最后一桌子人都盯着他看，看我干什么？沈乔扒了一口米饭，含糊的嘟囔：“没见过帅哥吃饭。”李婉被他的话逗笑了，小奶狗暗自翻了个白眼。杨沐雨面无表情的把剩下的虾递到他那边：“吃了，你当我是垃圾桶？”沈乔直接呛声，脸一沉，不高兴的说：“冷了，不吃啊，这本来就是冷盘虾呀。”其他人面面相觑，杨沐雨垂眸，不再理他。吃饱喝足，沈乔往沙发上一躺，厨房的事自有人去争。杨沐雨主动去洗碗了，小奶狗像牛皮糖一样粘着他，弄得另一位眼镜男嘉宾脸色不太好。晚上10点，大家开始公开职业信息。沈乔吃饱了有点困，强打着精神听着，都是一些博主、音乐新人、舞蹈老师什么的。轮到了杨沐雨：“我现在在南京大学做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方向相关的博士研究，同时也是一家传媒公司的负责人。”随着 VR 的介绍，沈乔有些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他记得杨沐雨今年也就22吧，怎么就成了博士了？他知道他高中就是学神，但是这么逆天的吗？南京大学那可是顶级名校。介绍片一放完，其余人看他的眼神顿时都肃然起敬。紧接着，沈乔的介绍片也开始播放了。节目组拼拼凑凑给他剪了一个业内人，演过某知名导演的男1号，和影帝搭戏。只有沈乔自己知道，那部剩下糊的不能再糊，虽然也是因为他丑闻的关系。总之这2个对比放在一起，他被杨沐雨完爆。看来高中教训他果然没错，这家伙走哪都让人憋屈，真是跟林生一样讨厌。哦，差点忘了，他跟林生本就是一伙。这趴结束，沈乔无精打采的回到房间，倒头就想睡。耳机里传出导演组的声音：“先别睡，心动短信还没发。”心动短信他能发给谁啊？3个男的，2个都挺讨厌。思考了1秒，他发给了眼镜男。导演间，徐导的嘴角狠狠地抽了抽。徐导，那位发了。旁边的工作人员赶紧汇报。徐导凑过去看了看短信内容，放心的点头：“没问题，原话送过去吧。”第2天早晨起来，
沈乔发现自己手机里多了一句不知道谁发的晚安，他眨了眨眼睛，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不是，他都那样讨嫌了，还有人给他发心动短信呢？谁这么蠢啊？接下来将开启入住小屋后的第一次盲选约会，请各位嘉宾到客厅集合选择吧。镜头里，沈乔收好手机，起身前往客厅。第一期的节目内容到此为止。3天后，节目播出，沈乔的名字不负所望的被顶上了热搜。这眼神一看就是暗恋多年，井号互联网没有记忆。沈乔打算复出，井号迷惑人，沈乔又出来作妖了。井号沈乔上恋综，哥你是真饿了吧？一条条热搜词条下面，有一半人在唾弃他在恋综里的表现，说他不敲门不换鞋，没礼貌，说他搬行李坐着不动一点都不绅士，说他第一天就对另外的嘉宾简直目中无人，下头太下头了。然而另一半人乐子似的在刷，哟，2年不见，沈少还是收敛了，他居然收敛了。爷青姐这些年都追着你飞出感情了，好不容易有点动静，结果你就给我看着，沈乔你给我颠回来。此番炸裂的评论引得不少路人围观，都在问怎么了，什么瓜？然后好心的黑粉替他按。剩下宣发会沈乔发疯，路人看完后整个人都是恍惚的，真是没想到内娱还有如此颠功，然后愉快的加入了黑粉的军团，一起声讨沈乔。沈乔2年都没有登录的微博账号下一时间热闹非凡。徐导看着不断上涨的节目热度甚是满意，他拿起对讲机通话后期制作，目前节目反响很好，我们必须得留住这波热度，不能一味单纯的黑，剪一些沈乔和其他嘉宾能磕的点放加更花絮点，吊一下观众。后期人员声音为难，导演沈乔连发个心动短信都只有一个句号，真的有让人磕的点怎么没有？徐导眉毛一竖，指挥道就剪他跟那个谁杨墨雨吃饭那段。杨墨雨，但是他们不是有过节吗？后期人员弱弱的发声，你第一天干这行啊？徐导语气有些不耐烦了起来，他们是有过节，但你一剪，他们不就成了表面死对头不掐，实则暗恋的套路？你就特写几个杨墨雨看他的镜头，绝对的故事感满满。后期豁然开朗，我明白了徐导。徐导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别忘记微博4条营业。在徐导一番鬼斧神工的操作下，第2天的加更花絮里，沈乔坐在角落，那位亲口说有过节的清冷博士却频频向角落投去目光，浅灰色的眸底仿佛藏着浓烈又复杂的情感。视频弹幕瞬间爆炸，前面的什么过节，那不过是他蓄谋已久的借口罢了。信我，这个眼神绝对爱了很多年了，死对头什么的最好磕了不是吗？嘿嘿嘿，磕到的+1+256吧。屏幕陡然间熄灭，那漆黑的屏幕之上，清晰地映照出男人那冷峻的近乎无情的脸庞。傅慈缓缓伸出手指，轻巧地摘下了鼻梁上的银框眼镜，随意地将其扔到了一旁，随后按下了内呼键。没过多久，荣特助便出现在了办公室里。傅总，您找我？荣特助恭敬地问道。只见傅慈那修长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缓缓开口道，我记得沈家有个项目是想要从国泰集团拿下来的。荣特助点了点头，回应道，双方就各种合作条款都已经商谈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最后一步。傅慈的声音中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这个项目傅氏也有能力去做。闻言，荣特助微微一愣，满脸疑惑的抬头看着傅慈。傅氏向来都不涉及二手房屋租赁这块领域，怎么傅总突然就想要做这个项目了？而且都已经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才提出来。傅慈微微挑眉，眼中闪过一丝寒意，问道，有什么问题吗？荣特助连忙垂手，诚惶诚恐地说道，没有问题，我会立刻去联系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如果傅总没有其他事情的话，那我先出去了。荣特助准备离开，等等。傅慈叫住了他，眼神冷冷地睨了一眼旁边那平板已然黑掉的屏幕，慵懒地说道，最近新出的那个恋综潜力很不错，去投一下。最近新出的？荣特助心中一动，那就只有为你心动了。最近这2天这个恋综的热度简直就跟爆炸了一样，因为沈家2少爷甩了他老板的缘故，荣特助在吃饭的间隙还追了追这个节目呢。只是荣特助有些犹豫的开口道，傅总，他们好像已经签了独家冠名了。傅慈不屑的冷嗤一声，抬眼睥睨着荣特助说道，什么金主能比得上傅氏？我相信他们不会嫌钱给的太多的。荣特助哑然，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向那紫檀木办公桌上那个显得有些突兀的平板，再结合傅慈之前说的话，他心中渐渐恍然明白了什么。他郑重地点了点头，说道，我会努力去把这件事情办好。为你心动的首次盲选约会拉开帷幕，7位嘉宾齐聚在客厅之中。客厅中央的黑板上张贴着7张照片，这些照片皆是建筑、风景或者物品的局部模样，旁边清晰地写着约会规则。7张照片里总共包含4个地点，倘若2位嘉宾选择的照片是同一地点，那么他们就将成为约会对象。难道这就纯粹靠运气吗？一位女生忍不住开口说道。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还有意无意地瞥了李婉玉，或许也可以分析分析啊。眼镜男回应道，就比如这2张照片的风格感觉有些相似，应该是靠近海边的那种感觉，说不定他们就是同一个约会地点呢。经他这么一提醒，大家也都开始认真地端详起这些照片。然而沈乔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双手随意地插在兜里，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整个人懒散地站在人群的外围，仿佛对跟谁约会这件事情毫不在意似的。杨墨雨则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淡淡地扫了沈乔一眼，随后又满脸平常地盯着黑板上的照片。那我们该怎么进行选择呢？看着李婉的那位女生又忍不住开口询问道。眼镜男很有风度的谦让道，女士优先嘛，剩下的我们就公平的猜丁壳，怎么样？他转头看向其他几个男生，杨墨雨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沈乔则是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说道，你们猜吧，我都可以。行啊，那你就最后选吧。
一旁状态不是很高的小奶狗开口说道。此时的他心情有些郁闷，因为昨晚他竟然一条心动短信都没有收到，所以今天的盲选约会，他特别希望能选到自己心仪的女人。等3个女生选完之后，大家也开始进行猜丁盒的游戏。杨墨雨第一个进行选择，接着是小奶狗。当看到杨墨雨选择了那个海边的贝壳照片时，小奶狗立刻起身，迅速拿走了黑板上标志性最为强烈的椰子。自己心仪的照片被抢，眼镜男的神色顿时暗淡了一下，只能无奈的上去拿了另外一张照片。此时黑板上就只剩下了一个红色摩托的照片。沈乔叼着棒棒糖，微微翘了下嘴角，心中暗自窃喜，正好自己可以去玩摩托呢。约会的时间被定在了第2天，接下来的时间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沈乔便回房间睡大觉去。睡到一半的时候，他被导演组给敲醒。二少，你这也太消极怠工了吧？导演组的人说道。没有啊，沈乔懒洋洋的翘着二郎腿，主要是也没人对我有意思，我也没什么事可做，所以就休息一下嘛。导演组的人无奈的摇了摇头，他自己都不主动去跟人互动，怎么会有人对他有意思？不对，有人呀，他不是都收到晚安短信了吗？于是导演组直接下达命令，杨墨雨和艾明、小奶狗在厨房准备午饭，你去加入他们，我能不能过？合同里有约定，为了节目效果，你应该配合导演组的一些指示，要是违约的话，沈家应该是能支付违约金的。导演组的人严肃地说道。沈乔无奈地撇了撇嘴，行，我去膈应他们行了吧？真是的，就知道拿捏他的命脉，辛辛苦苦赚点钱可真不容易啊。沈乔带着一身怨气走出房间，来到厨房，正好看见小奶狗脖子上挂着一条围裙，正拉着袋子想要让杨墨雨帮他系。沈乔大步流星地走过去，操起岛台上的刀，重重地往刀板上一剁。系什么系？自己没长手吗？沈乔拧着眉，大声呵斥道。两人都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吓了一跳。小奶狗忍不住想要还嘴，沈乔，你搁这儿发什么？话说到一半，他才想起这是在节目录制中，又硬生生地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满眼恼怒地偷偷瞪了沈乔一眼。杨墨雨微微咳了2声，默默地和艾米米拉开了一个身位，然后抬眸看着沈乔，就连说话的语气都变得柔和了一些。有没有你想吃的菜呀？我可以顺便帮你做啊。谁要吃你做的菜？沈乔一脸嫌弃地说道，简直是无差别地进行炮轰。杨墨雨，你该不会是想偷偷下毒毒死我吧？撒完气之后，沈乔气哼哼地拿着水杯去了客厅。导演间的人都傻眼了，完全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杨墨雨看着对方负气离开的身影，嘴角微微不易察觉地翘了一下，他能感觉到沈乔在生气。墨鱼哥，我中午想吃一个辣椒炒肉，你可以做吗？收拾好表情的艾米米满脸期待地看着他。杨墨雨礼貌而冷淡地说道，抱歉，我平时不太吃辣，不会做。艾米米只好神情失落地哦了一声。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杨墨雨竟然坐在了沈乔的旁边。沈乔都已经吃到一半了，懒得再去换位置，只能没好气地睨了他一眼，就把他当做空气人一样。沈乔喜欢吃辣椒，桌面上的辣菜大半几乎都被他吃了。大夏天的，吃了辣之后，额头很容易就冒出了汗珠，嘴巴也被辣得红红的，整个人看起来丰腴了一圈。他一大杯水全部下肚，还是觉得很渴，正准备起身去倒水的时候，就看见杨墨雨握住了水壶，给餐桌上的每一个人都倒了水，自然也没忘记给他。沈乔撇了撇嘴，也没说什么，拿起来就一口闷掉了。杨墨雨看着空掉的杯子，又默默地把它给满上了。沈乔扯了扯嘴角，很不客气地吐槽道，你是想撑死我的？经研究表明，人一般不会被撑死，当胃里的食物过多时，身体会自动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呕吐反射会被激活，以此来缓解胃里的压力。呵，沈乔嘴角无语地抽搐了一下，你可真行。杨墨雨自谦地微笑着，这只是一些医学常识而已。沈乔懒得再和他瞎掰扯，开始收拾起桌面上的碗筷。午饭是那个讨厌鬼做的，昨晚是女生洗碗的，他也该做点事了，而且他吃的有点撑，站着洗碗还能帮助消化。杨墨雨主动拿过一个空碗，意思是想帮忙一起收拾。沈乔不太乐意地皱了皱眉，直接喊眼镜男，那个咱们俩一起洗吧。眼镜男愣住了，杨墨雨也微微停顿了一下，黑沉沉的目光看向眼镜男。好啊。眼镜男有些神魂游离地答应了一声，然后跟沈乔一起收拾起桌面洗碗来。杨墨雨状若无意地去冰箱拿了一个水果，然后挤到水池边。沈乔一个皱眉，直接轰的，洗完就赶紧走，在这里碍什么眼？别影响我们洗碗。杨墨雨动作微僵，神色冷然地看着沈乔，还是忍不住问，你就这么讨厌我？说的好像你不讨厌我一样。沈乔翻了个白眼，呵呵道，从高中起，咱俩不就是相看两厌？杨墨雨微微压了压唇角，红色浅淡的眸子静静地看着他，眼里有一些沈乔读不懂的复杂情绪。最后他还是走开了，头也没回。目睹了整段对话的眼镜男忍不住靠过去，他本来不是个爱八卦的人，但是忍了忍，还是没忍住。你跟杨墨雨高中就认识？沈乔耸耸肩，不置可否。那你们到底因为什么事情才这么讨厌彼此？沈乔动作野蛮地刷着水池里的碗，声音也带了点咬牙切齿，因为他总是帮我讨厌的人，总是跟我作对，仗着学习好，整天冷着个脸装逼，妈的，老子最烦装逼的人。沈乔一时情绪上头，没注意爆了粗口，导演组立刻吩咐后期这段粗口不要剪掉。当洗槽里的水被沈乔弄得周围到处都是屎，他才把几个碗刷了出来。从小养尊处优的他哪里刷过碗，即便后来被赶出沈家，也很少能过上在家做饭吃的日子，还是打过一点零工，知道大概怎么刷，但是技术也不熟练，所以他刷的时候动作比较野蛮粗鲁，像是跟他有血海深仇一般。他把碗放一边，看着一片狼藉的台面，眉头不爽地皱了皱，这里怎么也这么乱？看出来他心情有些浮躁。眼镜男温和地笑了一下，
安抚他，你去休息吧，这里交给我就好。那你来吧。沈乔也没跟他客气，直接洗完手，在院子附近转悠了一圈，然后有些犯困，就进房间睡午觉去了。晚上又到了发心动短信的时候，沈乔照常发给眼镜男，这次多了2个字，谢谢。然后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2条心动短信，一条应该是眼镜男给他，上面写着今天一起洗碗还不错。另一条沈乔看了很是无语，一个句号，跟他昨天发给眼镜男的一模一样。是金吧？沈乔翻了个白眼，今天是第一次盲选约会的约会日，一大早大家都起来由节目组做相关妆造，李婉和另外一个女生穿了节目组拿来的同色系服装，想必是他们之间互相约会，然后装作惊讶对方的衣服，炒一波默契。因为他今天要去骑摩托车，所以沈乔就让节目组给他做了一个比较酷的妆造，黑色的运动背心，红色的皮夹克，带感的工装裤，头发挑染了几缕白色，胸前再挂上银饰，妥妥的一炫酷风帅哥。他拿着照片开开心心的到达节目组给的地点，远远的就瞧见前面站了个人，身材颀长，身形清瘦，莫名一种不好的预感在他心里滋生，像是感应到他的靠近一般。前面那人微微转身，沈乔眼睛一瞪，立刻转身想走人。导演组在微型耳机里忙不迭的喊：“2声，合同合同。”沈乔很无奈的气笑了一下，转回身，带着点咬牙切齿的笑，冲对方打招呼：“哈喽。”杨墨雨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他。七，真装逼。沈乔暗自唾弃，表面上带着勉勉强强的微笑，朝他过去：“走吧，骑摩托。”他悻悻的开口，说完也不等杨墨雨，独自先走在了前面，但对方腿长，很快就跟上了他，同他并肩而行。他就挺纳闷的，怎么就匹配到杨墨雨了？不会是节目组的黑幕吧？想到这里，他转头抢过杨墨雨手上拿着的照片，跟自己的比对了一下，感觉风格也不是很相同，铁定黑幕。节目组就是想看他和杨墨雨掐架，掐架有节目效果。行啊，他也想掐杨墨雨，就算隔了4年，那股气氛仍然在脑海中记忆犹新。沈乔余光瞥了旁边的人一眼，突然一个横跨步打了过去，果不其然，杨墨雨被他重重的撞了一下。沈乔眉头一皱，准备发难：“你怎么走路？”话还没骂完，沈乔脚步打结，眼瞅着就要栽倒，一双手稳稳地扶住了他的两臂。杨墨雨清冷的声音在头顶传来：“小心一点。”我靠！沈乔浑身一麻，赶紧撤开，拉了2米远。你，谁允许你动手动脚了？杨墨雨眼角微垂，显得有些无辜：“是你撞我的。”沈乔一噎，确实是他偷鸡不成蚀把米，但他不承认。什么撞你？以为自己香饽饽呢？我只是想走左边的路。杨墨雨眼里一闪而过的轻笑，他没再同沈乔争辩，安安静静的走在他旁边，到了骑摩托的地方。沈乔看见了照片上的那辆红色摩托，然后再往远处看，就是碧浪滔滔的海边，风景有些熟悉啊。他对比了一下，还真是杨墨雨的那张照片，里面有白色灯塔的一角，而就在海边立着一座同样的白色灯塔，看来还真是他自己抽到的，不是节目组的锅。但这什么破狗屎运气啊，他最后一个呢也能抽到，已经无力吐槽了。沈乔现在只想骑上他的野摩托，风驰电掣在环海公路上。2位都会吗？教练问。沈乔轻抬下巴，骄傲道：“当然。”杨墨雨看了看面前的2辆摩托，面无表情地说：“不会。”好，不会也没关系，可以让你的同伴带你感受。沈乔指着自己，一脸你开什么玩笑的表情。教练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解释：“这个摩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短时间的学习也没办法安全上路。”沈乔无语：“那麻烦你了。”杨墨雨放低姿态，软声道，尽管心里挺不情愿，但也只能让杨墨雨上他的车了。摩托这种东西，不出事还好，一旦出事，那是肯定小贵了。他翻身骑上去，杨墨雨也跟着坐在了后面。教练和摄影师一脸偷笑的看着他们。沈乔扭着手柄发动引擎，皱着眉头提醒后面抓我，2只手立刻放在了他的肩膀上。沈乔一个油门，连车带人直接飞飙了出去。环海公路上几乎没人，车辆也很少。沈乔飙着车，带着新鲜味道的清凉海风烈烈的吹着，将他额前的头发高高撩起。左边是翠绿的椰林，右边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海岸线，一条灰黑的油柏公路延伸远方。呼，爽！沈乔心之所至的高喊了一声，耳边传来杨墨雨的轻笑，但很快被掩盖在风声里。相安无事的开完2圈摩托，杨墨雨贴心的送上了冰礼，他正准就接过，对方又给了他2张纸巾，指了指额头。沈乔接过来，擦了擦汗。虽然骑着摩托吹着风，但阳光也挺强烈的，尤其他外面还穿了件红色的皮夹克，为了帅气的造型，一直没脱。等他歇息的差不多了，杨墨雨才开口：“我在海边订好了餐厅，一起过去吧。”沈乔傲娇的应了声。到了餐厅，杨墨雨又是帮他拉座位，又是给他倒水加菜包谢，做了一个绅士该做的所有。沈乔这会儿饿了，有人伺候着吃饭还挺爽的，所以暂时看杨墨雨没那么不顺眼。吃饭快结束，2个人的节奏也慢了下来。沉默了整顿饭的杨墨雨也开启了话题：“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挺好的。”沈乔盯着他手里的虾，心不在焉的回答。杨墨雨微微笑了下，将包好的虾递过去，温声道：“其实我们也能这样心情契合的吃上一顿饭了。”沈乔嚼着虾，含糊不清的接话：“是你老是跟我作对，我没有。”杨墨雨轻声反驳。沈乔顿时不乐意了，斜眼瞪着他没好气道：“还说没有？你没有，你总当那个零干什么？”杨墨雨微微皱了一下眉头，有些无奈：“你不能在学校做那样的事。”沈乔刀叉一扔，顿时火大：“我为什么不能？他能欺负大哥，我为什么不能教训他？上辈子
沈乔和林生还有杨墨雨的矛盾源头全都来自于那一件事。大饼是学校附近的一只流浪猫，又小又脏，特别怕人，经常躲在草丛里看着其他流浪猫被人投喂，也不敢出来捡点吃的。沈乔对人一向比较跋扈，但是对小动物倒还比较和善。刚开始他也没太注意这只小猫，毕竟他是高高在上的沈家二少爷，哪有机会接触这些流浪猫。有次他跟几个玩得好的逃课出来，买了一些三文鱼、生鱼片什么，就在学校附近的一片绿林里，打算吃东西，躺在树荫下睡懒觉，好过于听那些老头无聊的讲课。他留下来看东西，也就去上个厕所的功夫，回来发现生鱼片被啃了，七零八落的，散的到处都是。他当时就想骂，但一转头看见一个灌木底下，一个小小的橘色身影在那里一动一动的。他轻手轻脚的过去，发现是只流浪猫，浑身脏兮兮的，特别瘦，像是很久都没吃饱饭的样子。他按着2块生鱼片，狼吞虎咽的啃。沈乔凑到他跟前了都没发现，看着他吃完，然后沈乔魔爪一伸，将他后颈提溜了起来。小家伙这才惊慌失措的喵呜喵呜叫，4只爪子在空气中乱抓，看起来搞笑极了。沈乔拎着他玩了一会儿，大发慈悲的把剩下的生鱼片喂给他，结果这家伙一落地就屁滚尿流的跑了，特别怕人。沈乔也没再管他，把生鱼片都丢进了灌木丛里，然后和朋友换了个地方。从那以后，沈乔隔3差5的带点东西去扔给他，持续了半个月，这家伙才敢从草丛里出来，围着他的裤腿绕圈，喵呜喵呜的要吃的。小猫亲人过后，沈乔就带他去洗了个澡，检查了一下身体，但是也没带回家里，因为沈夫人不喜欢猫，连家附近有流浪猫也会遭到驱赶。小猫固定在那片林子里住了下来，沈乔天天放学回去看它。随着越来越多的相处，他胆子也大了些，有时候会跑到校门口的绿化带底下蹲着，看见沈乔来了就跑出去，围着他绕2圈，亲昵的蹭蹭他的裤子，然后又跑开，所以还挺好玩的。看着他在自己的投喂下逐渐圆润起来，沈乔就给他取名大饼。有一次，沈乔带了东西准备去看大饼，刚走到小道上，就看见一个瘦弱的男生一脚踢飞了一只猫。他大步走过去，男生有些惊慌的回过头看了他一眼，赶紧跑了。沈乔最后是在一个草丛里找到了大饼，小家伙嘴角淌着血，神情恹恹的，看着沈乔的眼神充满了可怜。沈乔基本确定了，那个男生踢的就是大饼。这附近没有别的流浪猫了，顿时一股子邪火就窜了上来。但是刚刚匆忙一眼，没有记住人，他只能先带大饼去宠物医院，内脏破损，肋骨骨折。好在经过救治，大饼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他就把大饼寄养在了宠物医院，隔3差5去看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饼在宠物医院待着不是很开心，没之前那么有活力。然后有一天，宠物医院的人联系他说大饼跑出去了，沈乔又得去找猫，找了2天都没找到，他之前经常去的地方也没见着。最后找到的时候，大饼已经死了，身上都是血，肚子破了，4只腿都骨折了，死前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那2天他的情绪暴力异常，在那条熟悉的小路上，他远远的又看见了那个男生，经过打听，终于确定对方身份，高2、5班的林生，就是他，一脚踢飞了大饼。午休之后，沈乔就将人堵在了学校一片人迹罕至的树林里，他狠狠一脚踢在林生的腹部，眉眼愤怒冷厉，你当时踢我猫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踢的？现在他死了，你也该付出点代价吧。杨墨雨就是这个时候出来的，他是学校的名人，沈乔早就知道他，同为学校的另一位名人，混世魔王沈乔，杨墨雨也是认识他的。本来沈乔就有点不爽他一脸高冷装逼的样子，现在他还跑出来护着这个坏人，沈乔气得2个人一起揍了。杨墨雨倒是没还手，即便被打得脸上挂彩，也死死抱着沈乔，阻止他继续去殴打林生。从那以后，这2子算是结下了。也是后面才知道，杨墨雨跟林生家住的比较近，2个人是朋友。沈乔对杨墨雨更加厌恶，时不时的就给他使绊子。至于林生，他好像在学校并不受欢迎，不用沈乔亲自出手，其他人自然的就会排挤远离他。时隔多年后，关于林生的其他印象在沈乔心里也模糊了，唯一就记得他踢了自己的猫，但是自己也教训回去了，算是给大饼报仇。这件事就2清，不过内心还是不怎么喜欢林生这个人的，一种天然的抵触。所以上辈子在知道林生才是沈家真少爷后，沈乔的反应才那么大。加上沈氏夫妇态度的巨变，他也有一些迁怒在林生身上，所以在沈家闹成那样，被赶了出去。看见沈乔一下子被点燃，杨墨雨也聪明的没有再接话，而且说声了抱歉。那次其实我是想帮你，这句话杨墨雨还是没能说出口。他知道林生从小的遭遇，所以也知道他其实有一定的心理问题，被逼到绝路上的人或许会做出一些后果不可预计的事情，他不希望沈乔在未来某一天遇到这样的麻烦。同时，学校的校规很严格，一旦被教务处知道学生自私斗殴，会直接开除学籍。所以那件事之后，杨墨雨去找林生聊了聊，也会帮他疏导一些内心无法消化的情绪。后面林生没有去告密，在跟他的相处中，心态也似乎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便是最好的结果。沈乔和杨墨雨是约会的挤兑中回来最早的，简单收拾了一下，就按照惯例去备菜。导演组问今天一天的约会感受怎么样？沈乔抱着胸，皮笑肉不笑，你觉得呢？跟讨厌的人一起约会会开心吗？这话是一点体面没给杨墨雨。反观杨墨雨，回答却是大相径庭。清瘦的男人坐在高脚凳上，长腿微微曲着，浅灰色的眸子望着镜头，即便表情很淡，也能瞧见他嘴角微扬的弧度。我觉得今天的感受很好，我很开心。导演组吃饭的时候，你们好像闹不愉快。杨墨雨微微顿了下，唇角的笑意反而加深了。他只说了一句似是而非的话。你们不懂沈乔，愿意撒气，便证明他不是无关紧要的陌生人。采访结束后，沈乔就躲进了房间，迷迷糊糊睡了一觉起来。
天色近黄昏，沈乔下楼走走，看见杨墨雨在厨房已经开始准备晚餐。正巧小奶狗和眼镜男也一起回来了，手里还捧着一束向日葵，有说有笑的。看来今天约会挺开心嘛。结果他看见厨房的杨墨雨，东西都没来得及放，就冲进去找他了。眼镜男瞬间僵住，有些尴尬的看了看旁观的沈乔：“你今天是和杨墨雨约会的，怎么样？玩得开心吗？”他主动问：“我想和你约会。”沈乔已读乱回，对面的眼镜男直接愣住了。他愣了好几秒，才露出几分羞赧的神色，好直接，不过挺可爱的。他又笑着补充：“那说好了。”下次为了避免再出现今天这个情况，沈乔直接跟人约定。眼镜男点了点头，双眸柔情的目送沈乔离开。走到一半的沈乔突然停下脚步，掉头回来：“那个，你叫啥来着？”眼镜男呼吸一滞，哭笑不得的回答：“我叫百莎。”晚上，沈乔依旧打算将信息发给眼镜男。导演组在耳麦里提醒：“二少，要不咱们体面原则一把，能让节目多些看点。”沈乔先唇呵呵，今天都跟杨墨雨吵起来了，还没看点啊？谁爱体面谁体面去。沈乔固执地将心动短信发送给了眼镜男。也许是下午那么一出，跟小奶狗约会的百莎并没有将心动短信发送给对方，而是对着沈乔说：“期待和你。”同时，沈乔也收到了来自杨墨雨的心动短信。他看了一眼，切了一声，然后放下手机。艾米米今天又轮空了，镜头下差点绷不住难看的脸色，直接躲进了厕所，过了好久才出来。这一夜难以入眠的还有杨墨雨。他瞟了眼手机里那条并不属于沈乔短信，然后放下手机，来到了阳台，旁边就是沈乔的房间，灯光还亮着，人还没睡。杨墨雨靠在阳台的护栏上，晚风习习，夜色侵扰，他安静又深沉地注视着那扇透着灯光的窗，那仿佛是他和沈乔之间的一道墙。什么时候才能到墙的那边去呢？窗户吧嗒打开，一只脑袋探了出来，一转头，我靠！沈乔被隔壁阳台那坨黑漆漆的人影吓一大跳，他有些恼怒道：“杨墨雨，你神经病吗？大半夜不睡觉，杵阳台，要吓死谁啊？”对方轻轻笑了一下，胆子还是这么小。滚蛋！沈乔没好气道。他把窗户全部推开通风，然后打开门，也到阳台去了。夜空很晴朗，天上繁星点点。沈乔被勾起了些许兴致，背靠在阳台上，就那么仰着头，静静地看着漫天星辰。看了一会儿，他忍不住出声问杨墨雨：“你给我发的那句话什么意思啊？”杨墨雨淡淡道：“你觉得是什么意思？”沈乔无语，要是知道还用问他？不说算了，我也没什么兴趣。沈乔撇撇嘴，总之下次别再碰一起，恐怕不能如愿。杨墨雨清冷的声音中带了一丝强硬，已经没办法，只是默默地看着我。又打什么谜语？吃惊！沈乔暗自翻了个白眼，不再理会他。微型耳机里再度传来了声音，沈乔以为又是节目组想让他搞花活，结果节目组说天降了一个代言，问他要不要接，多少钱啊？沈乔万变不离其宗，开口先问钱，几十万到100万不等啊。沈乔不敢相信了，你确定是我？我这种不到屎堆里的咖位，代言费可以给到这个数？徐导的嘴角抽了抽，忍不住吐槽：“二少，沈家真的没钱了吗？”沈家当然有钱，但是又不能全变成他的。这个代言我接了。沈乔二话不说答应下来。你让品牌方联系我经纪人吧。这2天，沈晶给他找的经纪人也到位了，开始替他管理一些社交媒体账号以及商务合作的洽谈。品牌方说希望你亲自去公司跟他谈。徐导说，所以今天没有其他安排，等下节目组派车送你过去。什么毛病还要他亲自谈？他懂得求啊。沈乔心头有些不爽，但也老老实实的答应下来。今夕不同往日，赚钱要紧。沈乔稍微收拾了一下，既然是要去谈生意，他便穿了套黑色的小西装，面料轻柔，剪裁得体，裹出性感的腰线。他在车上问是个什么类型的代言？服装相关的。沈乔点点头，心里有了数。车直接开进了京都最繁华的地段，一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成为了这个城市中最抢眼的标志性建筑。沈乔看着上面硕大的鎏金字富士金融大厦。富士是沈家最大的对手，从沈爸在位时是，退休后沈金上位依然是。其实在沈乔看来，沈家还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人家生意早就比沈家大了不知道多倍。节目组把他放在了大厦旁边的一家高档咖啡厅门口，说等下会有人来找他。说完后就立刻撤了，生怕多停留1秒。沈乔嘟囔了一声莫名其妙，准备推开门进去，一只骨节分明的手从背后伸出，先一步落到了玻璃门上，袖口沁着似有若无的冷香。紧接着沈乔感到一股寒意压迫而来，他下意识地转头，只瞧见一截轮廓清晰分明的下颌，轻抿的薄唇带着一股无形的冷厉，目光往上，黑色的墨镜遮了男人的半张脸。他微微偏头，像是居高临下的睨了沈乔一眼，一股上位者的压迫瞬间而来。随后男人便收回视线，推门进去，那股冷香和寒意也随之而去。沈乔这才微微吐了口气，不免腹诽，这家伙怎么感觉比他哥都还要出人。他进去选择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着，好巧不巧，一转头便看见那男人身姿慵懒地坐在自己隔壁桌，长腿随意交叠，拿着份不知从哪掏来的报纸在看，偶尔端起桌面的冰咖啡轻啜2口，真够悠闲的。沈乔撇撇嘴，请问是沈乔先生吗？女声在耳边响起。沈乔转头就看见一位打扮干练利落的女士，手里正拿着一个文件夹。她简单介绍，我是为你心动代言的品牌方。好，我是沈乔。面对金主爸爸，他挂上了礼貌性的微笑。对方坐下来和他简单寒暄了一句，就直奔主题。舒梦主要做的是睡衣，这次请您代言的也是我们的男士睡衣产品。该系列产品极具各阶段男性的喜爱，在国内不少杂志上有过刊登，也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知名度。这是相关资料，您可以先看看。对方递过来一本睡衣杂志，沈乔随便的翻了翻，无聊的撇嘴，用不着这么麻烦。
你直接告诉我需要做什么，代言费就行了。OK， 代言一般时长分为2年，代言人需要配合品牌方进行一些广告拍摄、海报制作、出席线下展会以及其他平台活动。代言费的话，这边为您评估的是60万到80万1年，当然您如果愿意加长代言年限的话，这个价可以上涨。那加呀，2年怎么够？沈乔脱口而出，他马上就要被沈家扫地出门了。现在多签个几年的合同，到时候每年都有钱入账，就不用再去苦哈哈的刷盘子了。女士微微扬眉，笑道：“那沈先生理想期限是几年？怎么也得5年吧？5年给多少？”沈乔兴致勃勃地问：“120万，你看。”对方的话音未落，隔壁桌的男人将咖啡杯的搁在桌面，撞出一声响：“150万，沈先生，你看可以吗？”沈乔收回自己看向男人的目光，瞬间答应：“好啊好啊，累死累活拍个综艺才300多万，现在拿个代言，拍广告1年就给150万，挺划算的。好，既然沈先生满意的话，请看一下合同，然后签约吧。”沈乔草过了一遍合同，没看见太明显的诈骗条款后，就落笔签字了。对方露出满意的微笑，并且告诉他，明天就有一个海报拍摄活动，到时候会通知节目组。沈乔表示 OK， 谈妥之后就离开了咖啡厅。荣特助收好合同，来到旁边桌，低低的喊了声副总。男人放下手中的报纸，懒懒的应了一声。他看向窗外那个渐远的身影，唇角微勾，冷霜般的凤眸里全是狐狸的狡黠。在节目没有约会和集体活动的日子里，嘉宾是可以安排自己的行程，只不过仅限于小屋和附近不太远的地方。特别的工作和事件需要外出处理的话，得跟节目组报备，并根据情况进行跟拍或者自拍。沈乔打车回到小屋时，一辆低调的卡宴缓缓滑进小屋外的停车位。他好奇地停下来看了一眼，下面杨墨雨就打开车门从里面出来了。沈乔瞬间收回自己好奇的目光，正挪开步，杨墨雨就在后面叫他。沈乔转头，没什么好语气的，干嘛？这个给你。对方递过来一个牛皮纸袋，本不打算接，但是他灵敏地嗅到了从纸袋里散发出来的独特而又清新的香甜。沈乔的眼睛一瞬间发亮，绿豆酥，堂姐家的。杨墨雨点点头，嘴角漾开轻柔的浅笑，就是学校外巷子里的那家堂姐绿豆酥。沈乔满心欢喜地接了过去，一打开袋子，更加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居然还是热的。他有些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个，大口咬下去，一脸满足，还是记忆里的那个味道，一点都没变。高中时，沈乔的嘴是很挑的，而且作为沈家的二少爷，从来不会看这种地摊小铺的东西。但堂姐家的绿豆酥不一样，祖辈相传下来的独门秘方，让小小的绿豆酥变得比米其林大餐还要好吃。沈乔吃一次就爱上了，这也是承载了他整个青春回忆的点心。不知不觉地吃了好几个，吃到沈乔感觉有点发噎了，他才想起身边还站了个人，而对方贴心地递过来了一瓶水。沈乔咕咚咕咚喝了几口，顺完气，才一边宝贝地抱着绿豆酥，一边拿眼睛斜斜瞧他。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你偷窥我啊？杨墨雨没忍住轻笑了声，煞有其事的点头，我偷窥了你整个高中，你没发现吗？最后这句话他是看着沈乔的眼睛说的，那双浅灰色的眸子里带着专注和认真，就好像他说的全都是真话一样，看得沈乔心里有点怪怪的，总感觉这个杨墨雨好像跟记忆中不大一样。有些不太好意思的沈乔还是嘴硬的轻骂了一句，变态。更新了，贾少爷为了300万参加综艺扮演讨厌人设，对天对地对空气。接上集。第2天，沈乔继续代言的工作，品牌方那边派了车来接他，还专门配了一个小助手给他拿衣服拿道具什么的，人特别勤快，嘴巴又甜，乐得沈乔完全没想起打电话叫自己的经纪人过来。广告拍摄是在一个摄影棚，里面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各种款式的睡衣，相机和灯光也已经早就位。沈乔简单做了妆造，就站到了灯光底下，开始凹造型拍摄。他赤着脚半卧在粉色羽毛的地毯式，柔软的真丝面料贴肤的垂着，匀长的腿线和清秀的腰线一览无遗，领口微微敞开，露出白皙精致的锁骨，嘴里叼着鲜艳火红的玫瑰，看向镜头的眼神带着魅惑像个小妖精。坐在监控室的男人凤眸微眯，看着镜头下的尤物，有些难耐的捻了捻食指。开始双人拍摄吧。沈乔几个动作摆完，拍摄棚里的人都说好，然后小助理被叫过去说了几句什么，回来就跟沈乔说，沈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要进行情侣款睡衣的拍摄。情侣款？沈乔愣了一下，直接皱眉拒绝，我不和女生拍这种，不是女孩子，模特是男生。小助理解释，沈乔这才放心下来，淡淡道，行吧。他被领到休息室休息了一会儿，然后造型师就拿着新的衣服过来了，是一套白色的丝绸质感，沈乔换在身上，感觉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那边模特已经到了，沈先生我们也过去了。沈乔回到拍摄场地，这里已经变了样。拍摄间里除了2个摄影师，其他人全部都退了出去。原本明亮的灯光变得有些昏暗暧昧，地毯上铺了一层红色的玫瑰花瓣，正中间的位置还放了一张双人沙发。一个男人穿着深色的睡衣，慵懒地靠在上面，明明灭灭又灰暗的霓虹光下，根本看不清对方的脸，只能瞧见他优越的身材轮廓。想必这就是一起合作拍摄的模特。沈乔抬脚走过去，光裸的足一路踩过柔软的花瓣。摄影师趁机一顿抓拍，在快门的咔咔声中，沈乔来到了男人的面前1米的地方。彩色的灯光下还是看不真切五官，但对方无形中流露出来的那种冷若冰霜的气质，让沈乔不由得想到昨天遇见的那个人。但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没那么凑巧。面对沈乔的打量，男人懒懒的抬眸睨了他一眼，并没有动的打算。看着他一个人大爷似的霸占了整个沙发，沈乔皱眉开麦，不是，哥们儿，你到底是老板还是模特？不知道给人让个位置吗？
怎么比我还不专业？沈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快门声一下子就停住了，空气里有些莫名紧绷的安静。沙发上的男人沉默了一会儿，才从喉咙里溢出一声闷笑。他朝着沈乔伸出手，仿佛在说过来，总感觉对方在换什么小猫小狗，这让沈乔有些不爽。什么身份呀，敢这么换的？沈乔伸出手去，在即将落到对方掌心的那一刻，狠狠地拍了下去，响亮的一声，两个摄影师瞬间愣了，大气也不敢出的看着沙发。男人捏了捏有些微微发疼的掌心，嘴角危险勾起。下一秒，他长腿微伸，正被摄影师要求着靠近一点的沈乔没注意，直接脚下一绊，整个人直接栽进了对方怀里，鼻子重重地撞在坚实胸膛上，疼得他倒吸一口冷气。男人很无辜地歪了歪头，然后逆向沈乔撑着他腰腹的手挑了挑。沈乔这才反应过来，刚刚混乱中自己手落的位置有多不合适，瞬间沈乔跟烫手似的缩了回来，红着耳尖辩驳，我不是故意占你便宜啊，你别那副表情。对方缓缓叹了口气，像是勉为其难的原谅了他一般，这一下子弄得沈乔心里更憋屈了，搞得他好像是个色狼一样。虽然他确实喜欢男人，这位模特哥的身材摸起来也很有料，不像自己的身材完全拿不出手，但他也没想对陌生人吃豆腐的地步啊。沈乔烦躁郁闷的皱眉，忍不住又重申了一遍，我真的没有想占你便宜，刚刚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爱信不信。对方意味不明的轻笑了一声，其中一个摄影师立刻出声打着圆场，没关系的，沈先生，双人拍摄确实避免不了触碰，我们的模特是专业的，沈先生，您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沈乔点点头，开始根据摄影师的指导摆出动作配合拍摄。刚开始还好，对方坐着他也坐着，顶多挽个胳膊搂个脖子什么的。后面摄影师说效果不太好，没有那种暧昧的氛围感，要尝试一下更加亲密的动作。沈乔有点摸不着头脑，摄影师在旁边循循善诱，沈先生，您就想想你谈恋爱的时候内心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和你爱人在家在沙发上会呈现什么样子，这让沈乔有点为难了。他没谈过，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他有些不耐的摆手，你直接告诉我怎么办吧。没谈过啊？您没谈过？摄影师有点讶异，网恋应该有过吧？可以想想对方，找着感觉。没有。沈乔斩钉截铁的全票否认，他这上恋综呢，当然不能说实话。只不过说完这句，沈乔便感受到了一股寒意包裹而来，他搓了搓胳膊，寻思是不是拍摄间的冷气开太大。摄影师看着镜头里男人冷凝的脸色，额头上冒出细汗，磕磕巴巴的带过这个话题。好的，没关系，那我知道你。于是，在摄影师的指导下，沈乔先半躺在沙发上，然后把脚伸过去，被冷气吹得有些冰凉的脚掌触到对方温热的体温，下意识的就往更温暖的土缝里缩了缩，但是下一瞬就被男人抓住了怀，温热的掌心裹住脚背。对，就是这样。摄影师满意的继续，模特现在俯身下去，近一点。随着摄影师的话落下，沈乔看见男人缓缓俯身，手掌撑在他的头顶，宽阔的肩背带着强大的压迫感，头顶的灯光已经看不见。沈乔抬眸，只能对上那双狭长的凤眼，天生的带着股漠然和冷冽。不过此刻倒是多了些令人难懂的晦涩。沈乔静静地躺在那，犹如待宰的猎物被困于方寸之间，逃无可逃，只能等待野兽的靠近。男人的脸在离他不足10公分的距离停下，光线模糊之间，有力的心跳透过彼此的胸腔。他就在沈乔呼吸不匀，脑袋逐渐发懵的时候，低沉阴哑的嗓音响起，暂停一下。男人喉结上下滚动，他松开沈乔的脚踝，起身直直地朝外走。对方离开，扑面而来的冷气瞬间将沈乔从暧昧的状态中剥离出来。过了很久，对方才重新返回拍摄间，沈乔也调整好状态，换了套睡衣，准备继续拍摄，只是眼神却不太敢去看对方了。男人还是那副冷冷淡淡的模样，跟随着摄影师的指示，将手轻轻放到沈乔的耳侧，带着微凉的指腹虚虚地贴在他的侧脸上。沈乔动了动鼻尖，闻到了类似洗手液的味道，所以他刚刚是去厕所吧？沈乔忍不住偷瞄了对方一眼，结果和对方的目光撞个正着，瞬间他又有些心虚地移开眼睛。接下来的几套动作也都是需要两人肢体接触的，但奇怪的是，对方总是似有若无地避免着和他触碰，这让沈乔有点郁闷。最终他还是没忍住，请问我身上是不是长了刺，扎你手了？男人微顿，随即摇了摇头，那你手就放上来啊。沈乔没好气地将那两只虚揽着自己的手按到了身上，老气横秋地开始说教起对方，你是专业模特，这种事情应该干得不少吧？前面不是挺勇敢的吗？怎么现在束手束脚的？你这动作不到位，拍出来效果不好，又要延长我的工作时间。对方低低地嗯了一声，在沈乔无法看见的背后，男人垂眸，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感受着从后边紧贴上来的厚实的胸膛。沈乔满意的挑眉，两人之间的气氛也莫名柔和放松了不少。他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主动聊天，你知道吗？刚开始你一句话都不说，我以为你是个哑巴。沈乔忍不住乐，结果后面你能说话。有一说一，你身材真挺好的，就是有点冷，一副大爷的款，让人看着很不喜欢。你要是能改改你这毛病，这么好的身材，绝对很多金主想抱。你别觉得我说的路，这个圈子就是这样，正经工作挣不了俩钱。那你呢？男人忽然在他耳边出声，热热的气息喷洒在他敏感的耳垂上。沈乔感觉心尖颤了一下，他声音有些发紧，我怎么了？想不想包我？男人的声音低沉又撩人，犹如恶魔在耳边诱惑。沈乔脑海里不由自主开始回想之前在沙发上对方那浓烈又富有侵略的眼神，想着想着，喉咙就开始有些发热起来。好像也不是不可以了。沈乔脑袋有些晕乎的想，长这么大恋爱都没正经谈过，至于其他的，
不对，他想什么呢？他哪有钱来包男人？几百万自己都不够花，我就算了。沈乔有些磕巴道，我就是个小明星，没那么多钱。男人闷闷的笑了声，不再言语。拍摄结束，沈乔回到休息室换衣服，再出来时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他戴着鸭舌帽和口罩，将一张脸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沈乔直觉他就是和自己一起拍摄的男模，因为对方的身材他是知道的，这个场地的所有人都不能及上他半分。对方似乎要离开，沈乔看着他的背影，嘴唇有些犹豫的抿紧。拍摄这么久，居然连对方的长相都没看清，沈乔心头突然有点遗憾，这男人还真是他这么多年以来唯一有点感觉的。虽然他没钱搞什么包养，但总感觉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以后可能也碰不上了。可他沈乔从小到大都没有主动要过别人的联系方式，纠结到最后，沈乔还是追了上去。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沈乔真诚地看着对方，你别误会，我不是要包你，就交个朋友。第一次主动要人家联系方式，他还有点紧张。父慈眉头微挑，凤眸里闪过几分得逞之意，薄唇轻掀。好啊，两人交换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沈乔满心欢喜的上车，忍不住拿出手机看了看男模的朋友圈，好吧，一片空白，有够神秘的。他又点开对方的头像看了看，一张没有脸部的正装照，在西装面料的包裹下，倒三角的身材显得更加缠人。等了半个小时，沈乔估摸着对方应该到家了，他忍不住发了消息过去，到家了吗？4个字一发出，旁边就显示出了鲜红的感叹号。沈乔瞬间愣住，靠，耍我呢？